下。哦，请交出玄晶拉开距离。对的，我不会被插眼。然后还有，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啊，也是直线往医院去走吗？没有，绕了一下3板。 对，绕了一下3板。他有点觉得幸运儿会开局摸箱子，不想让他把那个箱子那么順利的摸出来。逮一下，确实想逮一下，但是赤红的话没有，他也在拉点。哎，是的，金阳梦觉得这边有人在反拉，但实则不然，那边是直接拉到了废墟墓的方向。对，但没事儿为了避免尴尬，我先进一下医院，医院应该有人，反正有2名。 哎，有一個囚徒，但是呢，還是不太想對醫院的囚徒進行一個追擊的。但是如果我去廢墟追卡邦的飛行家的話，更難追。他這個想一想，好像還是得追囚徒。對，只不過他剛才沒有眼，不太好在這邊追。他剛才已經插過一個眼了，在鳥籠外圍。先放一個5秒雷加個點，然後這邊把板子碎掉。是。阿策準備開6了，哎，跳下去，但是阿策應該是能意識到的。對，直接一個回頭，沒有被反繞到。 對，因為這邊監管者跳樓是有一個聲音的嘛，邦邦的聲音非常明顯。一個2連雷沒有炸到，一個落地刀。但是囚徒這邊的話呢，想來一個電翻窗，但是還沒有翻。身距還是拉得比較開的啊，他是有一個雙彈射。這波2連雷還是被躲開了。對，2連雷是封進醫院的路線，所以前面的鳥籠應該是要吃炸的。不過他，先後這一波的話，還是炸到了。炸到了。剛才是分神看了一下左側人皇。 這波的話可以把囚徒趕出聖心醫院，但是這邊還是要觸電一下啊，感覺。因為這個電是沒有踩的，所以囚徒他可以毫無忌憚的再轉回這邊的醫院。對，仙遊夢這邊不想踩，那囚徒這邊出來了，感覺還要被電一下。哦呦，還要再被電一下！天哪，你說這囚徒，哎，不過吃了一個單雷。哦呦，先問問這個雷的精準度還是說非常高的，就感覺不影響他的這個扔雷是吧？雖然說挨電了啊，又扔到了。 這邊還有一個2連的機會，躲開了。手上的雷有點續不上。是的，因為這一局是沒有張狂的，所以也沒有解鎖這個遙控雷。再交出電進到板區，這樣子還可以回身再蹭一個電，為26做準備。哦，4個雷，但是其實溜得非常久了。對的，你看場上密碼機可以說是最後4台密碼機都已經過半了。對，而且這樣一坐上去的話，觀眾效應壓得也很舒服。 現在有一個問題，就是對星淵夢有個問題，就是密碼機可能壓不太住，因為囚徒他可以通過自己的連線方便隊友去補密碼機，所以他一定要在這波手椅上做一些功夫。是的，手椅上要有一些文章了啊！看一下吳昕這邊直接騎豬過來了，應該這一波選擇要救一下，因為優勢實在太大了。對，啊，救下來的話，這一局是可以爭3跑的。但是這個血線會有點極限啊。對，他可以選擇壓滿嘛，選擇壓滿，卡半是肯定卡不到的，卡半的話他就不會在3板那邊多修了。對的，我就直接過來了。 哦，又開始補雷，補雷。那吳昕看這意思可以補救了啊。看他想不想爭吧。如果爭的話，其實密碼機也不一定能夠。啊，要來嗎？要搶救。哇，那這樣囚徒的話，好像不需要連線，最後2台密碼機已經在破億了。啊，因為其實吳昕賭了一下，反正我只要套出這個化險為夷，我們就能贏。對，如果套不出來，至少也是平，因為密碼機快夠了。哎，而且囚徒這邊是攜帶了紅光返照的。是的，直接通電。 這一局可以說是被 GR 的這個對策卡完全拿捏了，主要是野人要真能救下來，那就沒話說了，對吧？那邦邦手語優勢也沒了。他可能考慮到自己攜帶了回光返照吧，如果救不下來的話，隊友還可以進行一個補救。對，他可以補救他啊，主要還可以補救他，就是他不會崩盤，因為密碼機實在前期溜得太夠。大線永遠在那裡。是，這邊一架住點位，但是囚徒手上還有一個電。是的。 並且這個移形交過了之後，就沒有特別好的再次貼近囚徒的手段了。是的。不過好在是把他往地窖的反方向去逼迫了啊。這邊選擇進入到醫院裡交一個電，先拉開距離上2樓。是的，不過上了2樓之後，還是有機會有路線去轉到地窖的。如果說要走門的話，得看吳昕這邊的野人能不能幫到阿策。主要看幸運兒有沒有槍吧。一個雷，攻擊倒3連雷，非常準。對，那沒事了。這邊野人的話也是來不及 OB 的。對。 你看幸運兒赤紅的槍也是剛剛摸到，對，他是許願了一個槍，但是許願失敗，歪了一個護腕出來。是的，後續的話還才有槍，但是已經姍姍來遲了。對，啊，只能說這一局阿策是燃盡了。是的，聖心醫院的囚徒再加上一個地形優勢，並且這個電是沒有被信的話呢，你做一套雜物傷 BP， 對吧？因為你的陪跑，最近的不去地下室摸的話，也得去那評價最高的肯定是教練。哎，對的。好的，進入比賽畫面。那上來扛壓的是新人小白，還是說是皮皮張？
他年景应该是看到了皮皮张这边想玩走的一个趋势。是的，那上来直接追你咒术师，其實你咒術師在牽制上來說也不是很好留玄霄。對的，好在說第一波雙重驚喜是只傷到了一顆粘土球。對，還可以，但是身距拉開的還是很近的。但是咒術師的一個轉點思路非常明確，我交一個猴，然後進去把板子下掉。你這樣的話沒有一階技能，只能說在後邊慢慢跟着。對的，不過好在有快踩啊。而且玄霄這邊移速是比較快的。是的，回頭躲一下雙重驚喜，但是沒有辦法。技能完全被封鎖住，再電一下。但是年景這邊還可以釋放第二段的雙重驚喜，有人幫忙卡板，板子直接下掉了。那這樣的話，你看幸運兒的話是開局許願包裹直接成功了。哦，那還是還有這手的，是的。如果沒有許願成功的，阿莫箱子可能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了。就對自己的這個運氣的絕對自信，說是。這個飛輪也是因為可能是有焰火舞台的緣故吧，沒有交出來。對，也可能是單純的沒交出來，因為剛才他第一個球吃的是紅球。對對，反正沒事兒，只要能後面交出來也行，交出來一回也行，是吧？但是後面的話，年景這邊可能就會加以防範，用焰火舞台封住你的球。對，可能剛才錯過了一波好機會，咱們就是說，因為剛才第一個球吃的是火球嘛。就是咒術師這名求生者在應對喧囂的時候會有點被克制到，不好6+，不好 OB， 但是只能說他雖然兩者都不是最強的，但兩者又都沾一點，所以說又挺強的。枯草這邊是抓準了一個年景出去的時機，無傷救下來了。是的，無傷救之後追着打一下，然後18這邊把槍摸出來了，看是不是要幫一下皮皮張呢？如果說是皮皮張給到真位的話，是可以接一下皮皮張的。真的可以幫一下。你看18這邊過來接了，電一下，上到一顆土球，前面不太敢翻了這波。對，紅球差個白，直接是交了。哦，剛好這波被飛輪頂掉了，這波非常重要啊。是的。但是呢，這就是玄霄，空中飛人過來還可以直接擊倒。對，這就是為什麼飛輪要早用。對，不僅是因為早用就會早 CD，因為後邊再用的話，你收益沒有前期那麼高了。後期就算頂掉了驚嚇標記，也不一定能。對啊，後邊我有1階有2階，不是這幸運兒是不是有點離譜了？又是球，又是槍，又是娃娃的啊，又是槍的，這有點太，嚯！提前拉球貼近身位，因為他是沒有攜帶飛輪的，不能被外側攔截。是的，給一刀。焰火舞台封住這邊的交槍，然後看能不能保住皮皮張進入到醫院裡。但是，喧囂是有移形的，而且空中飛人也有一段，直接交出一交。那咒術師應該是很難保住了。交一波電下來，落地比你還快。2顆球了，繞場謝幕。繞場謝幕不讓他摁2次，是吧？你就摁1次就得了。還是沒有辦法進行一個更多時間的牽制的。是的，但是盡力吧，只能說盡力了。那現在密碼機的話，差的雖然不多，但是台數還是挺多的啊。進度雖然都比較多，而且臉上的話，枯草這邊是守墓人已經半狀態了。沒錯啊，這邊趕緊下鏟。但是面對一個2階喧囂，守墓人就薄的像一張紙啊，壓力很大，他不能說是被快速打出這個鏟的，這樣子可能會被直接擊倒的。是的，看一下這邊，哎，紅球缺一點距離啊。哦，再規避土球。哦，這小走位走開了，哎，走位非常好啊。是的，但是還是逃脫不了被打出來的命運啊。差顆紅球倒了，黑人直接過來擊倒。是的，好在說是拉走了那個伊茲強的遺產機。沒錯。看一下小白這邊，雖然說拉走了一台遺產，但是又倒到了另一台遺產。對，這台是58的，直接強風吹走扯了，發出化險為夷帶走這台。但是這樣救的話，守墓人下來沒有機會把鏟子交出來，也就是說小白這邊扛的壓力會更大一些。對的，啊，他不需要。哇，這邊的話是打斷了技能。那這樣子的話，可能要小白這邊要被留在這邊的遺產機了。兩邊都是遺產嘛。對，我又不能跟守墓人走，是吧？不能倒在這裡，也不能倒在大門。而且又是地下室。對，而且最重要一點是，伊茲強那台是80的遺產，而雕像這台反而是更少的，是58的那台遺產。你要是兩害相權，你也得往大門伊茲強那邊吧？對。好，18這邊幸運兒剛補亮伊茲強的密碼機，手裡只有一點點的球，需要守墓人這邊自起。現在就對於求生者來說，這個局面就比較棘手了，因為剛才化險為夷，最後一個化險為夷已經刷掉了嘛，不能再帶走這台雕像的遺產了。是的，現在就想怎麼辦？怎麼走一個吧？現在想爭平局是不可能的了，這個人都沒有辦法救。守墓人也不努力一下了，因為他這個半個鏟子加半個，他是招過自癒的，是這樣說還是能規避一下就規避一下吧。但是你不來找我，我自然會來找你的，所以這邊趕緊鬆手掩護一下枯草。年錦這邊回去看看要不要守這波蟻。
應該還是得小心謹慎一下，因為外側密碼機是沒有抖的嘛。是的，這一局想辦法走一個，先把這黑衣閃擊守住的話，他的優勢就在手了。是的。然後驚喜定一下位。好，那這樣的話，应该是大概看到了枯草的一個距離。但是這個耳鳴給的是醫院傀儡給的。是对，是娃娃這邊給了一個耳鳴，不過也無所謂了。反正現在就是擊倒守墓人之後，放心大膽找幸運兒。守墓人他僅僅是第2次擊倒，在地上能躺很長時間。哎，双重驚喜盯到了這邊的枯草，而且枯草這邊是想摸一個道具。還是摸出來吧，對吧？反正你不摸了也溜不了。摸了一個换出來，直接彈開。摸出來還能淺溜一下。那這邊擊倒可能要考慮掛了啊，因為那邊密碼機在修了。对的，但是他年紀很自信啊，覺得可以守住這台密碼機。是的，但是很難吧？不太能守不住的。哎，直接亮掉，那這樣子年景是有挽留的。他可能怕就是2刀之間的间隙不夠他亮，有可能。那這樣子的話，成功擊倒幸運兒，守墓人的位置是剛才可以鎖定的，好像不太夠啊。這個門不太夠，不太夠。但守墓人不點的話也沒招啊，還是得點啊。你看他猶豫了一下，枯草他鬆手想躲，他可能是怕年锦放下来。刚才不鬆一下手，這邊的話有點機會，或許還真的有一點機會，如果不鬆手。反正你不松手，现在门刚开，还是死这儿。可能能开到90%的一个进度吧。对你哪怕开到就開了，又怎麼樣？也不能走，對吧？走不了。那這樣的話，第一局是一個啥呢？枯草砸板棉實話，把雜技就放到3窗那個地形上的是吧？沒必要啊。本流加1型的一套爭勝天賦。好的，進入比賽畫面啊，來看一下是不是直接奔着大船去了。季影這邊是直接上大船。公式化追擊以及公式化牽制吧。季影的話，看他的轉點是怎麼轉啊？他如果是往中場轉的話呢，就可能要往3窗那邊走啊。這個地方可能要被迫先交勾鎖了。對，先交勾點，然後繼續追一下，那就是往中場方向轉了啊。他可能是就先玩中場的板區，之後吃一刀之後再轉回來。對，還有一種轉點就是往剛才大副選的那個點轉。哎，它是有勾鎖的嘛。可能考慮到隱喻回溯吧，所以說先往那邊轉。反正他就是做最穩妥的選擇，肯定不會錯啊。但是這邊的話逼了一個回溯，但是沒關係，因為回溯給完1刀之後，我有板彈射，可以對，反而說是能轉到小船那邊。對，回溯持刀和不回溯持刀2選1的話，很明顯了，對吧？板子抬掉，然後這邊的勾點準備進木屋了。木窗勾點3勾啊，都沒有失誤啊。那可以在木屋這邊進行一個牽制，但是移形直接跟上了。其實這個點的話，他之所以這麼轉不去找板子，是因為他擔心監管者其實是閃現，他沒想的是移形。因為如果是閃現的話呢，他要去拉最遠的點，盡量少晚吃一點閃。但如果是移形的話，他應該進板區他不敢交。哎，是的，剛好江修這邊就帶了一手。對，所以這個並不是轉點失誤，而是他的技能判斷上是沒有判斷好。但這東西你不用出來，誰知道呢？是的，是吧？那求生者這邊也是攜帶了3手化險為夷嘛，所以說誰進誰就在先進行依次救援就可以了。沒錯，沒錯。這一局打得太舒服了，對於 GR 來講，就完全不會起什麼波折。人家16技能也逼了，外圍3個化險為夷坐鎮，是吧？先扣上一顆粘土球，對，粘土球，吃一刀穩穩救下，刷出化險為夷倒走，對，倒走就好了。然後往下一波要救他的人那邊去倒，這個人應該是阿策，看這意思。對的，而且雜技演員救完之後也是第一時間能起到木屋的密碼機的。啊，應該不是阿策，應該是吳昕來救吧，因為阿策的話那邊是一個心機啊。先往這邊倒，對，吳昕的話可以先過來救一下，然後救完之後再去把那個99密碼機開掉。對，因為現在大家要觀眾效應嘛，然後我先把這密碼機壓着，然後我再來救人。這樣的話呢，阿策能在外圍有一個非常爆炸的修機速度。好，這邊吳昕能卡得非常的久啊。江修這邊可能是想排一下大副的位置。對，但大副的話很難被攔截啊。後來還要再搖一段表，血線還是比較富裕的，可以再搏一搏。哎呦，直接打了出來。虧了一些修機速度，只能說。啊，大概5秒鐘吧，也不算很多。5秒鐘，對。能翻嗎？夠嗆啊，這是一個隔窗刀。那這樣的話呢，季影是要被淘汰了，掛飛了。但是你看外側的密碼機708落已經全部都可以出到80%左右了。對，即使說是胡景村這局修機速度也是非常快了。
而且他倒的這個位置離椅子也是比較遠的，你掛椅時間一個7、8秒鐘，那2台80的密碼機甚至可以修得更多。对，主要季影這一路上他沒有怎麼干擾隊友，對吧？又沒有往小船走，然後也沒有往大門走。我張秋這波也是大膽預判了一個卡夢的位置啊。是的，還真給他預判到了。而且這邊木屋是有遺產的，如果說能把卡夢擊倒在這裡，是還真的有機會。嗯，是的。難，哎呦，哎這邊是個失誤哦，因為這個球按理說是交回速才要交的。哦，那下面一個球能不能續出來？不過江秋這邊剛才影月也斷了啊，双方互相有一個小失誤。好在外侧外侧密碼機也是在兴起了，对，所以说不害怕壓到木屋这台遺產，就不讓卡夢走了啊。阿策這邊過來準備執行一波救援，3劃險為1，3劃險為1，真好，3劃險為1的魅力，真好呀！我天哪！看一下阿策這邊救援的一個思路。這波其實有機會，就是看能不能3劃險為1把台密碼機開掉的。對，其實他們倆下來看看是不是要強搶這台機了，就是留一個人強搶，然後強搶完之後去壓。那一個人好像不太夠吧？对，是不是得2個人搶啊？對啊，一個人是不是不太夠？不太夠，得2個人一起搶了，還真的要這樣打。別給震懾，給一刀。然後下一刀的話呢，可能得打阿策去給這邊氣象學家扛。對，阿策這樣卡夢走了，打劍人扛。一個人壓的話，先亮，他先亮。對，會有點極限，要嘿封空了。嘿，哎呦，沒開掉。阿策這是幹嘛呀？不應該壓這台呀。壓的不是大副那台嗎？他的思維是風先吹開啊，之後趁這個空隙啊，把這台密碼機開掉。是這樣，他把這台密碼機先開掉。對。然後的話呢，你去翻這個板，大副亮啊。對，可以先開掉，然後再追風也可以。對不對呀？這是幹啥呀？這一腳時長下去了之後，外側密碼機只能開那台74的了。哎呀，這個真的是一個非常不應該出現的失誤啊！大副都不用過來的，說句實話。哎呦，好啊！這一波好在是搖表搖到了一個走位，無心太能抗壓了。那就看能不能說是利用第3道懷表把這邊氣象學家救下了。是。哇，這個抗壓能力確實是很強啊！哇，無心啊，無心。外側密碼機已經來到了94%， 95、96，會差一點。98、99，剛好能通電。然後也得亮一個強風，吹到了阿策。這個強風晚來了半個小時，沒有半分鐘。你先擊倒一下朝小船轉點的這邊的無心吧，因為你畢竟已經切過時長了，不能在氣象學家這個身上做過多的功夫。是的，是的，這邊無心是倒了。無心這一局燃盡，你看每一局都有燃盡的人，真燃盡了，是吧？上一局阿策燃盡了，那這一局他可能能量差一點，對吧？因為上局燃得太近了。哎，阿策這邊是打了一波反心理，覺得說你可能會判斷我從海邊方向繞大門要走，還真的讓他打到了，因為他這個密碼門已經開到了60%。是 GR 的判斷很少出錯啊，就是有時候這種50-50的機會他們也能選對。暗黑心理學就是覺得你可能會我朝海邊跑，但是我打了一個反心理去開。沒錯，好像還是不影響平局嗎？難道說？因為他這波不敢壓得太深吧？一會兒人被偷了。那這樣子的話，氣象學家人偷了呀。這邊的大副呢？還是平局？哎，不一定，不一定哎。那邊還有個地窖傳下，回溯過來，卡夢跳沒跳出來。對，因為在交互。對。人偷了呀，攔不住的。對，攔不住，因為小門已經開掉了。但卡夢沒自癒，卡夢開始爬吧，其實離得也不遠，有點遠。這個要爬多久？再從大門爬到海邊？你說，他應該是能爬到，然後不會先留完吧？這個狀態應該是先爬到，應該是能先爬到的。這個要至少爬一個快2分鐘了。我們可以做一個實驗。但是江秋這邊肯定是能找到的。對，江秋他其實是明白卡夢是沒有自癒的。哇，這一局這局太無心吶，真是知道吧？第3局就來了，知道吧？拿割卷员就算追得慢一點，也真追嘛。不過亏小所以没有补出劃險為1，是由雜技和並。好的，進入比賽畫面啊，還是大船單挑啊。2局的追擊路線和牽制思路，哎，有點區別。想去找用兵的麻煩嗎？看到18這個走位又搖擺又囂張，不如我來拿你開一開刀。哎，算了，抓過一下。路過一下，打擾了。但是年你這邊帶的技能是一個閃現啊，並不能說是用興奮去擋掉信號槍。是的，而且他現在這個走位是非常迷惑到對手，讓他以為有興奮的，所以這個槍可能要交得很早。哦，這邊還斷影了，一個定點的槍銜接上自己的板彈，往小船進行轉點。是的，
到了小船的話，其實空軍這一局牽制還是成吉這邊比較理想的一個做法，但是年僅這邊選擇換一個追擊對象，找到了皮皮蝦。這邊牽制壓力就很大了，因為這個地形不利於杂剑员去跳球的，而且纯化险为夷啊。這樣的話，就是我這一局會少一個化险为夷。前面的話可能要給一刀往雙11轉點呢。是的，年檢的話，他其實可能一直就是想調中場這個人出來。哎，有可能。對，因為你追空軍的話沒什麼收益。哇，神仙直接擊倒。哦，我覺得他的思路真的好好呀。對，而且你看外側密碼機其實掉的並不是很多。對，他不執念於去單挑最近的點，然後呢，逼了槍之後他又能穩住去再換節奏，最終找到想追的。而且還把化險為夷悶掉了，並且你的空軍是把槍交掉的，只有說用一個化險為夷。對，說白了你。這個陣容潛在儲備的3化險為夷可能包括一把槍，對吧？現在只能有一個用出來了。年僅確實這個思路太好了。而且空軍你可以看到他是被趕的比較嚴重，他先是從木木被趕到了中場，然後想去破譯雙11，但是最終又回到了木木，可以說跑圖時間非常久。空軍這一局直接就成累贅了，修機累贅了。沒辦法，他現在又救不了人，然後呢我自己牽制又是白板，然後呢我還修機還慢，隊友上移。這把求生者想去卡觀眾效應都沒有那麼多的時間能去卡了。是的，而且雜技演員他好歹也是一個修機沒有 debuff 的角色呀，他現在這就要掛飛了，快！所以這局的修機進度真的是雪上加霜啊。不過求生者這邊還有機會，就是看枯草這邊救援能不能給雜技員提供一個26身位了。好在估計小丑他救下來的話呢，我還是能看能不能帶着一起走一走，或者說呢我暈一下。他得偷偷摸摸溜到這個椅子旁邊才能把火箭省下來，對，會有點困難。是的。看一下枯草這邊蹲在了哪裡啊？很神秘的一個點位。枯草他救人位經驗比較足啊，其實他那些蹲點還是比較有研究的。你看偷偷摸摸的啊，這波，但是還被發現了。回速過來，交了回速，那應該能帶一場吧？感覺。是可以的，看他們是選擇帶一場，還是說用先交火球？見聞者眩暈了，哇！火球加眩暈一套組合技。那是不是各自走各自的了？感覺。得看皮皮蝦這邊先自己拖，能不能把酷一小丑第2火箭給續出來。是。哇哦，這個博弈好像沒有開始博弈就。因為這個板子還是太短了，對，太短。翻過去的話，科技演員也可以繞到對面把你擊倒的。是的，皮皮蝦感覺可能年檢要騙一下的。但是現在就是傭兵半狀態，酷技小丑半狀態，空軍是一個白板也扛不了壓。對，而且你看年錦這邊是底牌早早就切了，所以傳送已經好了。是的。你外側的話，酷技小丑半血，傭兵半血，牽制壓力是巨大的。沒錯，這一局的話是年錦非常有機會多抓的一局啊！現在只需要找到下一個人，而且這邊耳鳴馬上就要起了，難道他？差一點！天哪！如果這個耳鳴真起了，應該就排到了。說實話，這要是直線排到的話，有點。更誇張了，真的誇張。哎，好小巧思，哎，有一個小巧思。這邊的話還不走嗎？哎，還是沒看到。哇，皮皮張學到了。哎，我覺得他這個時裝是不是也有點說法呀？還真是，是吧？哇，密碼機還給你亮了。對，然後我說，我告訴你，我就在這裡，我要站出來牽制了。我的天吶，好起來了！感覺對於成吉求生者來說，你說這一波是多好的續節奏的點呀！對，皮皮張這一手靈性的蹲，這把2個人狀態都給拖好了。但是現在有個問題，就是如果皮皮張再往雙11進行轉點的話，會壓到內側的遺產機，所以說他不能太往那邊靠。走了，但是走了的話就不好溜了。這一幕的話，因為科技員利用這種長地形，可能確實不太好進行擊倒的。哇，確實不好擊倒，這個空軍的外在特質太好翻了。對，太好翻了。哎呦，這是空軍啊！這就是空軍。選擇傳送過來，找一找18，那18手裡2個戶外，沒有在怕的。我成都機器這個後期運營好漂亮啊，這個運營太漂亮了。每一局我覺得每一支隊伍都有人能站出來，是吧？這一局他就輪到了皮皮張。哎呦！那這樣的話，先給你一刀，再往雙11這邊轉。然後反正把我海景房的遺產機給帶走。哦呦，沒有翻出過這個窗，打了一個恐懼震懾。對的，對的。那這樣的話還虧個幾秒鐘的時間，然後傭兵這邊直接被掛到了雙11的位置。不過對於求生者來說，壓力也不是很大，因為年底這邊是傳送交過了嘛。對，酷技小丑這邊他是有道具的，是他應該很難被攔截到。外側你交過傳送了，密碼機已經來到70%，是可以壓好的。可惜是空軍在修啊。
哎，是的，空军還是修的比較慢嘛。是的，空軍還是希望能夠作為一個牽制位。過來想壓滿救這一波人，然後呢，估計小丑扛或者保一下，是吧？這局想爭一個平局，但是哦，還差最後一整台呢，不太好。差40，差那個40的那台密碼機嘛。密碼機的話，有機會能夠，有破譯加速情況還是有機會能夠的。一方面佣兵比較能做，另一方面的話，估計小丑其實他是可以保一下的，保一下扛，無論是扛刀還是說用火箭。但是從這個點跳下來救援是救不到的，因為年景這邊是有機會能攔截，所以他得考慮一下要不要換個位置。他應該是過來之後吃一刀交火箭。哦，看他一直在像眩暈监管者，哎，給到机会点了。这邊的話是那身具夠救援，對，這個火箭還可以再省下。對，外側密碼機80，就算倒地也可以利用火箭進行 OB。應該是要留護腕了，直接傳送過去，很大膽，就覺得密碼機肯定不夠，而且密碼機是只有86%是不夠吃一刀拆掉的。哇，這刀給到的話，皮皮章可能要帶不走這台了。對，只能被迫在雙11再新起一台。是的，不過其實也還好，因為佣兵還能救啊，佣兵還能救。看一下皮皮章這波抗壓，回速過來，翻過去了，皮皮章啊，這也太能博弈了。再翻過來，哎，斷影了，出現了一點失誤。哇，皮皮章，那外側密碼機已經來到了一個快60%。哦，皮皮章這一局，天哪！還在博弈，踩板了，踩板了，他是硬生生從這塊板子玩了60密碼機進度啊。對的。還翻過去了，我甚至18還有空摸個道具給他。那這邊的話可以倒在海邊最裡面了，去拖時間。是的，還想再翻回來，差一點點。我說實話，換成別人密碼機亮了吧，也就是個估計小丑在修。對，是嗎？如果2個人合修的話就亮了，但是佣兵這邊畢竟要保謹慎嘛，先來拖空軍，誰能想到空軍這麼能牽制？是啊，這誰能想到呢？那這波傭兵要給空軍什麼呢？傭兵是個掛飛，空軍是個半掛，那應該傭兵留懷表了是吧？讓傭兵好溜一點。然後空軍去找了，压迫一下。这邊摇表直接亮了。哦，這刀沒打中，第2刀還是沒有打中，第2刀懷表搖出來。哎呦，打到了！天哪，那傭兵掛飛了。哭泣小丑的話拉火箭貼門，時間顯然是不夠的。不夠。這邊得不着急，因為2側門基本上都貼不到。這個耳鳴如果出掉的話，年景是肯定能意識到你在雙11壓的密碼機看到了不遠的。對，而且我實在找不到我就傳唄，找到了已經，那就不用傳了，直接追了。回速續上一下隱喻，有一個彈射，這個板子能翻過去嗎？翻過去了，門剛開始點。這邊有個地窖，這個地窖是一定要走的，要不然比賽要結束了。對，但是又不是那麼好走，因為年景這邊會把身位給你架住，對，讓你往那邊轉。沒道具了。我感覺成都記憶這把求生者的博弈都算是拉滿了，是，但沒招。你就說這個板子，你再讓你玩40秒，對吧？把把這個時間拖過嗎？不夠的。是的，直接彈走，再回速過來。那這樣的話 ，GR 也是2比0拿下本場比賽对手126秒。一下破译了2%，接近這個成就的年紀。侯小陽，而且你應該沒有那麼大膽吧？一個人去高化簡為魔術這邊還是一個牽制上的點。首追目標的話，好像不想放在木偶師身上，考慮來找這邊的魔術嗎？那魔術木偶的話，其實都差不多，而且魔術的話，畢竟帶了一手飛輪。是。它這個位置還是很安全，雙板區，而且連窗。對。這邊的板的話，還是要等求生者這邊下掉。放梅龍，分身去擋不翻，然後反鑽，但這個時候會被跟上。對。還是很快的拿到了這一刀的。是的。感覺在這個地形的一個博弈，還是捏捏更加穩健一些啊。對，主要你板子一下的話，我就放一個板子。兩邊的一個籠子就可以了。是的，哇，在預判模式的一個位置，對，技能都沒好就已經完成了擊倒了。他對於這個圍籠裡的空間掌控力是非常強，而且是有預判的魔師的一個隱身走位。对，因為基本上他給到壓迫的空間，讓魔術交了魔術棒以後，第一時間也不能朝臉前走，只能往他臉上去走。還是等於一個2龍秒，這個道具是沒有起到作用的。
看一下救援也是通缉到大副的一个位置了。是的。这里的话有怀表的加持，应该是能稳救人。捏捏是给了一个没有让他摇到的一个距离。对。而且也不太好去摊吧，打一个针对。再倒的远一点，看一下接下来让花子这边再来卡一波。这种地形也是比较难去226的，而且这个陣容的話沒有一個 OB， 那中期來斷節奏的壓力就會很大了。其實正常看下來的話，好像監管這邊的節奏是不太會斷掉的，包括他手裡的技能也沒有用。是，他這把應該是在想自己不如帶一個10場了，還能把這個中場密碼機給管一下。兩波其實都通緝了要救人的人。對。再打一刀在遠處，那你這邊的一個救人是有壓力的呀。沒有選擇蛟龍，極限蛟，但是沒有框住，有點小失誤，不然起碼能攤一個雙倒。應該是要等下一波的願力先針對魔術了，外面的木偶也不用去管，反正他們的狀態比較差嘛，你只要盡快的擊倒魔師，再去銜接節奏的話就很好。魔術這邊的話，其實手裡還有飛輪跟魔術棒啊。對啊，但是前面也是個黑龍，因為他如果說鑽龍了會有提示嘛，對，所以說他知道沒有鑽，只能往反走。稍微的也是被堵到了。哇，這直接通緝到了木偶師啊！木偶師的一個狀態是非常差的。兩個人是在調狀態，而且捏捏手裡有技能在。其實場上3個人都不太能抗壓。對。幸運兒手上有2個護腕，看一下能不能操作一下。哇，直接過板了，然後前面車的話還擋了一下。那這樣的話，把你的莊園老友的加速給吞掉了。對。前面的話有閃現有圍龍，這個護腕對於跛腳羊來講的話，其實是沒有太多的一個作用。對，一個月龍小預判，再反鑽一個8字，再反鑽，連續來回的反鑽。看看奈奈這邊能不能穩住。哎，但是這邊龍已經消失了，是想優先管一下這台密碼機。進度已經比較多了，是70的一個進度。大副也是補完狀態過來扛壓嘛，打的是一個接力的牽制。不過笑笑這樣的話是在捏捏臉上交完了2個道具啊，等這個懷表消失，他也是一個白板了。沒錯，第2段表還是搖到了。哎，他直接預判給你打了出來。捏捏現在是比較想把人先壓在這台大遺產，不過球商那邊反應是非常快的，已經在起新的密碼機了。是的。不過進度的話還是比較少啊。對，這邊還是要起一個上癮節奏。對，對於求生者來講的話，他們現在比較尷尬的是這個人的救援該怎麼辦？大家狀態都非常差。對，2個人都是一個半狀態嘛，而且木偶師還是一個刀倒。直接切傳送，那過去的話是，那這樣的話，好像第2個龍子應該是能留住，差一點距離。那現在願力有一點點不太夠。另外一邊也沒有撒手，還是在破譯的。主要木偶師還是因為他是一刀倒，不用放龍我也可以擊倒的。對，他沒有狀態就等於沒有道具嘛。木偶師這個角色的話，他是比較偏前期的一個角色。密碼機直接點亮，但對於捏捏來講也鎖定到了你的位置啊！你剛剛是亮的目的方向的密碼機，看能不能配合這個娃娃的耳鳴去走一個地窖吧。但這邊好像已經排到了，看到腳印了，糟糕！不過手上有飛輪，有2個護腕，一點都不能攤啊！直接交一個圍龍，把2個人框到了空地，交飛輪躲刀。那這裡你彈走，但是彈到另外一邊還在臉上，哇，還是倒了。射，恐懼震懾。那這樣完成了一個4爪。沒錯，第一局一上來就有北京 WBG 人了，但是他也不太應該去。他大概是怎麼樣的一個思路？甲門往下面進行把市場給用出來的，因為他蠻難撐。好。那同樣的也是要往中場先走一走。右邊的話是回憶的大副。哎，這個方向的話是弓箭手一開始的一個選點啊。是的，他直接找最遠的弓箭。因為反正前期我經過中場的話，你們也不太敢修，所以說破譯速度上會慢一點。這樣可以把他往獨棟的方向去趕，但陶完這裡是不想要往反方向轉點，就原地牽制。
那这2個籠子的話，好像都沒有起到效果呀，不太妙啊。對，一下把願力給浪費了比較多。但是比較細節，在你放籠子的時候進行一個交互，它卡在那個窗戶的邊緣，你鑽不過去。這樣的話，給一個1/4的狀態。先等一下自己的撕裂值。對，撕裂度爆一下，看第3個籠子，壁弩後跳，在邊緣徘徊拼反應。對，就看你什麼時候過來鑽。太會牽制了。對，前期的話已經是耗掉3個籠子，自己的狀態還非常不錯。這邊再給你掛上撕裂度，再壁弩後直接拉滿，而且手上有飛輪在捏住短板，這裡的籠子還不好交，所以是先給一腳，先踹一下。已經來到了1分鐘。對，先吃一刀飛輪沒有擋到啊。不過手裡還是有道具的，現在陶丸就是有點難以走開這個獨棟方向的一個密碼機了。對，但他手上還有一個龍骨弓，看能不能去打斷一下。原地等。哇，要小心電車呀！哇，這邊嚇人。還好極限的一個抽刀。那這樣的話，因為剛剛是踹了一腳失常，現在密碼機加起來是2台多一點點。是的，但是總體時間已經接近2分鐘，這個牽制可以說是相當出色了。如果不是那腳的話，現在是3台多了。對，不過對於求生者來講，他們也可以比較舒服的去卡一個觀眾效應吧。而且的話，求生這邊本身就是其他3個人都有化險為夷。哎，這邊的話還稍微卡了一下自己的位置。黑龍。那另外一邊已經是無傷救了。對，這裡的話直接往臉上走，想吃一刀去哪裡呢？也沒有選擇往墓地裡面轉，想要去倒在 S 版的方向，因為那台密碼機可能快亮了。先帶走這2位隊友吧，可能他們後續要集中去破譯了，讓回憶這邊進行一個2救。但是你面對一個失常的監管者去卡觀眾效應還是有風險的。對，他一旦這個失常 CD 轉好的話，你就密碼機就比較危險了。而且因為有帶巨鉗，加上你的一個20秒，其實也不能支撐你走太遠啊。所以說白鹿還是給他牽回了獨棟外這台密碼機附近。是的，他這裡的話就哪兒都能夠去干擾了。而且獨棟這台密碼機的話，又要被踹了。40多，然後又被踹空。不過這幾波的話，求生倒是都完成了一個無傷救啊。而且這裡追的是大副。狀態，算了吧。對，你還是優先先淘汰減員。錯。這裡的話，下一個籠子擊倒弓箭手沒有問題。一掛的話等於一個3台嘛。對。就是掛飛等於3台嘛。第2台36的那台已經是吃了2腳失常的一個效果了。他們現在也是把那一台99的一個大一鏟先開掉。那現在就是大家的一個狀態都比較好。對，求生者的道具也是省的比較多，所以对于白鹿來講，他想要去爭4抓還是有難度的。再加上破壞加速已經出來了，對，他一旦沒有去秒掉下一個人的話，這個密碼機可能就夠了。而且大家留的一個密碼機非常分散，已經是地圖的4個角。哦呦，飛行家反應也很快啊！是，感覺大家也知道這個點位了。是的，再交飛輪。不過第2個籠子感覺這裡應該還是有刀，那就直接在墓地裡面牽制，因為另外2台的一個進度已經比較多了。往臉上走，防籠子，2個人同時鑽，不停的拉扯，手上飛行機得交吧？交了，然後再鑽，來回鑽，交一個高噴，這個籠子廢了。哦，這樣的話再多拖一個籠子，是的，沒辦法，這裡肯定要倒了，交了3個籠子。那這樣等掛上，其實2台機應該都已經差不多要壓好了。密碼機2台都能壓好，這樣的話可以讓近處的人來救，而且切傳送直接傳。但這邊過客是可以強開的，強開啊！對，說他狀態很好。是的，我覺得要不直接亮吧。對，反正我先走一個嘛。交了走一個，而這邊籠子第一時間沒有框到手，還有路易能吃一個挽留。對，還能再繼續先就賣自己，因為臉上他是可以去救人的，所以說白鹿只能追他。不管他，他就去墓地救了。愿力，那另外一邊大副可以安全的点門。是。哦，失去還擋到了。不鑽是拖了很久的一個時間。對，你要這種地形，這個板子一拍，你基本上就溜不了。對，你只能來回，要麼翻，要麼不翻嘛。對對對。那這樣的話，第一局也是 WBG 這邊完成了一個6比3。這局也是盡力了。因為我覺得在湖景村這張圖，你僅僅6-3的話，小船2個人你肯定是要讓位置。打擊球，我又要去大門。另外，
对，確實是往小船的一個方向走啊，那兩個人只能被迫拉開，因為你本身再往雙11去的話，機子也是被鎖的。小迪選擇在小船的附近想要去做一個主動牽制，但是捏捏他不管，他要找裡面的逃脫大師。但是又回頭了。第二時間再往回走去釣一個魚嗎？然後小迪這邊也確實身位漏的比較明顯了。是的，他這把是想要主動去做一個牽制的。對。沒有選擇拉點，直接出來應戰，但是這邊兩連躲掉交一個3層雲，那麼捏捏選擇掉頭就走，想找一下其他人，但是我們視野範圍之內的話，其他的位置都非常遠。他其實這裡是輻射給外面壓力，他等移形嘛。對。看一下移形好了，有小木屋，還是你逃脫大師。他這個被動的話，對於邦邦來講，可能救人的時候有點用，但是追擊的時候還是比較弱勢的。好，這裡我迷煙爐是把位置給拉得很遠啊。而且你技能交了，其他人就放心大膽的去破譯嘛。對。現在你只可能去處理到這個逃脫。哎，這個交互雷也沒有封到，再給個迷煙爐，配合自己的一個加速。現在其實只能稍微預判一下他的一個位置。這邊張皇響了，哎呦，看不到人，好難受。對，哎呀，本來就玩的是邦邦，又看不見了。是的，我還有這邊兩個道具已經用完了，一個3連雷全躲，被動打掉，再給一個遙控吃到。對，但是只是達到了一個半狀態，半密碼機已經是2台半了。陶大師這邊也是兜兜轉轉能牽這個3台多呀。主要你現在雷的話是有點續不太上的。錯。這個位置的話，應該是牽制不動了。等下一波雷，給了一個實體刀。那其實第4台跟第5台都已經在起的路上了。把人往海邊一掛，看你這個救人怎麼博弈了。哎，通到了唯一一個化險為夷。大師先給自己換一下位置，換到了海側。對的。讓小迪的話，如果說他選擇救，可能還要再去交一個層雲。然後呢，也沒有搖到。遙控雷躲掉的話，我感覺還是有機會貼過來的。他沒有選擇給陶大師上雷啊！現在你過來補。你不上雷的話很危險啊。以前的一個連雷沒有連上，這邊兩個一起救，打一刀預判，但是病患扛到了刀，那這樣的話卡半救人沒有問題。而且也沒有造成其他人的一個倒地，那他們還是能回去補密碼機的。花慈這一波他的一個承擔的壓力很大呀，感覺剛剛視野範，哎呦被搖倒了，這也沒辦法。氣象來開化險為夷，打了一個病患的雙倒，密碼機應該是不太夠了。對，因為你現在是第一波救援2個人一起來嘛，再加上你後面是少了1個人去破譯的，而且沒有第2個化險為夷。邦邦這個角色是這樣，他的一個優勢就在於，你來救人的話，一定是我的優勢節奏，肯定要掉比較多的一些東西啊。在這裡把位置直接換上了2樓，想要直接掏，但是捏捏有移形有防備，而且你現在是有一個冷卻期，你是不能扯人的。對，還有他移形好了，不然的話這裡他封一個球，把人直接掏下來的話，可能就找不到了。對，就開始賠了啊，因為另外2邊的密碼機也是在起的一個路上了。我現在的一個節奏對於求生者來講，還是可以去進行一個保平打的。感覺這個人就不救了。陶大師先減員，把氣囊給處理一下。捏捏這裡的話也不想在大船跟他纏鬥，想要去管一下外圍的密碼機，最好是能找到這個病患。那現在外圍的密碼機非常遠，如果你是對步行溜達過去的話，其實你到臉上也差不多就亮了。是的。花慈這台還是差的多一點，超遠距離就在往小木屋去88，但是很擔心木屋的密碼機提前被修開啊。這個圖還是太大了，因為你讓求生過來再去補的話，也要花很長的時間。在這邊抽獎，瘋狂的2連雷，看能不能丟到。感覺求生者躲的還是非常好啊。對。一個遙控搖到了，再把焦點封住，把路都鋪開。
一个遠處想貼着縫去炸，但是這邊呢幾連雷全都沒有，密碼機開了，對，全都沒有炸到，怎麼沒有挽留？悲歡這邊有操作空間啊，手裡有2個鈎鎖，對，技能，但這個鈎子距離不是拉的不是很開。但沒關係，你這邊還是要翻窗的，而且現在監管有點小巨款，而且病患是有飛輪的，這裡好像是 B3跑的一個局勢了，念念能處理得了嗎？飛輪先躲，沒有但是炸到了。 高鎖絕交，移形攔住遠了。哎呦，稍微有點緊張，飛輪沒有交好，那這樣的話被架在了雙11，這樣就有點難走了，因為現在手裡沒道具，而且狀態就一炸倒。感覺剛才那個位置有飛輪有鈎是肯定能走，但是現在就不好說了。想衝大門，但是念念沒有。手裡雷比較多呀。讓他偷跑，對的。對 再通過雷去封走位，窮子這邊沒有 OB 啊，炸人了，還是被炸倒了，想給個氣囊來着。對，因為這一波炸如果躲掉再彈一個氣囊的話，還真的是比較有機會了。會的，哇，雙方這個博弈看的真的是手心冒汗啊，太刺激了。這樣的話還是拿到了一個平局。對，這個 MRC 這邊還是比較能夠接受吧，因為本身你選的是一個監管優勢圖嘛，但是你是沒有讓對面拿多抓的。第6簽時間還是比較久。對，13。看一下各自找密碼機直接修。是的，我們現在進入比賽，本場比賽呢也是由，那也是直接看到臉上的逃完了。這裡的話來到小船也是去卡一個狩獵本能。 看到了腳印，然後這邊有一個倒走反繞，幸而是選擇摸出懷表來做第一波的牽制。但是翻窗的話是給到了2下標記，哇，非常敢翻。這裡想硬博弈嗎？填交表吧。那還是有點危險啊！現在是預判到幸而的一個走位，但這邊很危險啊。第2段應該也是搖到，對的。 那這樣的話就要等他的這個懷表效果結束。看能不能拖到這個飛輪好吧，還是比較難。先吃一刀反走，想要去玩這個短板，雙板區沒有搏到，那很危險了。現在2個下標記，第3下直接上刀，飛輪都沒有1分鐘的一個時間去秒掉。那看一下。 外面花腳也比較多，誰來救都可以啊。我只能說，這可惜不是一個那個永眠陣的幸兒。如果說永眠陣的話，其實還可以考慮什麼呢？摸一個手電筒，就在那軌道上面一直倒車。那看一下這裡一個無傷救啊，沒有注意到這邊是有人過來偷了。記者直接過來救，但是你正常手椅的話也很難去打一個記者這邊，對打記者的狀態，有可能會多給他一些標記，看能不能多攤一個狀態。對的。 那這裡就往角落一倒了，因為本身你的牽制空間不是特別大，優先針對嘛，先解援，然後看中後期第2波的一個節奏銜接，不能讓你這邊那個幸兒給到2636的機會的。看到回應已經是貼過來了，攻擊的是外面的火災，對熊人來講不是很影響。感覺這一波救下來的話，外面密碼機能來到3台多一點。 護腕彈過去，以前想上雙球，上到了，但他用一個護腕，然後再回頭秒幸兒，哇，熟練度非常高啊！沒辦法，瞬間就打到了一個紅圈。是的，逼完道具，然後我再回來去秒掉這個上官飛的人。這樣第2波的話，你傭兵只有一個護腕，而且是半狀態，很危險。 再讓這裡的話是有可能被通緝到的。他還是給到了火災調查員，切傳送。火災是一個純博。不過他其實有提前拉走啊，在你這邊傳的時候，他已經走到樓梯外側了。距離的話還是比較近啊。就只是說拉開他那台密碼機。那本身進度的話也沒有有一半。 好，打成半狀態，而且沒有氣囊了。對，補到一刀，而這裡還有一個空中飛人可以去操作。對，主要哎呦這邊躲掉了，主要對於郭克來講，他沒有飛輪嘛，所以說是不太好操作的。是的，還在博弈。這邊騙哇秒放，
那這樣的話，等掛上外面還差2個半台密碼機。感覺求生者真的是很難去通過反應來躲這個雙驚喜啊。而且這邊離大船密碼機很近啊，白鹿就完全可以我人機同手，不會讓你那麼舒服的就摸上這台遗產。是的，主要也多招面是很大的。对，也看到了遠處空調那邊是沒撒手的嘛。看看能不能去奔着一個4來爭一爭啊。所以這裡被發現，只有一個混完半狀態先拉點，那邊的話也沒有撒手，得先亮密碼機。與時間賽跑了，兩邊都在搶時間。對，只能看火翼能不能盡量多撐一點時間啊。制導傭兵。對，因為一旦你這邊倒了掛上，那邊就要回去了，火災還是個過半的。那這裡可以選擇先掛人呢，或者說看你救不救，對吧？如果是你不救，我就不掛上他。然後這邊手裡的傳送也拖好了，給了。可以直接，沒有選擇踢大船，選擇是走路過來幹。那他直接冲着过客去的話，他是很難撐啊，因為你只有半狀態是個上掛飛，記者是碰到了那台密碼機。選擇傳大船，這樣看到這邊是個滿狀態，記者得換人去救了。這一個卡位的奧飛很細節，但是估計蟲師監管者是卡上記者的位了。這邊還是得也不敢翻，對，翻的話我就空中飞人下去。一個讓謝幕，另外一邊在跑非常遠，去雙11角落把傭兵給救下來。這邊滿狀態記者都要上掛了，那邊人還沒逃下來。對，這樣的話他們都是一個掛飛了。啊，看到你掏人了，那我就不掛了啊。放下來，我追誰都行。兩個人都是上掛飛。在的話，肯定最好是先找這個傭兵嘛，因為傭兵的話是完全留不了。已經是進入到一個追擊節奏了。另外一邊，無論是摸記者還是去修密碼機都來不及。兩個傭兵，傭兵也是盡力的去往小門裡面帶啊，看能不能給外面拖一些密碼機的進度。但過客這邊是在雙11那邊破億的，所以說大船那台還是讓空調回去。不過這樣拉扯下來的話，白鹿的傳送還是會提前好。而且大船的密碼機它只有60不到的一個進度啊，所以說對於白鹿來講，這把是一個極大概率的4抓局。對。而且這裡有耳鳴了，他應該也知道這裡是會卡了一個人。是的。進步，但是有呼吸，有巧印，根本躲不住。火災也是一個掛飛的狀態，只要在壓好之前把它掛上。應該是不會掛的，選擇直接交傳送，這密碼機亮不了。記者繼續去卡位，確實把卡下去了。這個點位他是有研究的。空中飛人是不是可以鑽過去啊？我在想這個問題。直接等你的奧飛消失啊。這裡的話有點牽制不動了，看能不能拖一下過客起吧。但過客這個位置起的話也不太好牽制。對，主要還是手裡也沒道具。而且記者他也是交過一波自愈的嘛，所以也是等一個最後的收尾工作了。現在应該是板上钉钉的4抓局。你這邊要等到記者流血淘汰，然後你自己這邊走地窖實在是太難了。畢竟記者他的一個淘汰進度還是非常久啊。對，還沒有到一半啊。知道火災拿下4抓 ，M2C 在第2局裡立馬沒交懷表之前，在那個最後解了，但是能不骗到鬼屋附近。错，然後监管者这邊也是一個長尾打，直接把伊森招出来。聽到小迪那邊有一個傳送的聲音，小女孩第一時間直接走了。對，但是走到了鬼屋的位置的話，本體也在往這邊靠啊。感覺兩個人還是有點太近了，很容易直接被。這裡看到小女孩的一個位置了。把他逼下來，那他就不用上樓了，直接走1樓。而且這裡一直干擾到了小小的一個破億啊，傭兵這邊也是一直在跑的。的追擊，這裡是選擇用14人去干擾一些傭兵。他應該是可以無傷去做一波車啊。給到一個極速。
第二时间再往二站去赶，这個前期的節奏感覺被拖住了。哎，預判到了一下。這個時間段再往終點站帶的話，這邊的機子應該已經是差不多了。哦，像花瓷跟橋上那邊的話，進度都比較多。已經再交一個寄宿。也都轉到了。能不能預判個噴吧？哎呦，想預判他看後面沒預判到。那這邊得交寄宿了，而且不給你閃開的身具，飛輪在消氣之度，再把板拍了。哇，這邊的話，閃現噴一口，想硬打，讓他疊到50以上幸運度，再翻走疊到61了。哇，捏捏這個處理也很好啊。那這邊翻過去的話，在原地吃滿，交一個輸液，翻了過去，翻過去2個人八仙過海，各顯神通。是的，他本來就是交一個輸液預判。交互。那小這邊的話還有輸嗎？還有一個輸液，一個絮刀沒出來，那個有進板機會，沒有抽到。前面是不是能夠附身一下？看一下。不行不行，有走了70度，直接走了。但是你第二時間的話，你沒有辦法去給小女孩一個寄宿。而且現在密碼機的話已經很多的一個進度了，你閃現也交掉了。太久了。這裡的話再轉到。這邊疊滿擊倒，但是密碼機看下來已經是4台的一個進度了。對，花瓷這邊也剛剛把陶片給拆掉了。小女孩也能牽制這麼久嗎？就感覺好像牽制艾維的話，重點還是躲噴，只要躲掉了的話，思路比較清晰，就是可以拖很長的時間。他這個侵蝕度的一個利用是真的是做到極致了，每一波都能夠去輕鬆的消掉，利用飛輪，利用輸液。打一刀開了自己的2階。這樣的話，傭兵想攤嗎？好像有想法，但是還是攤不到，交換走了。而且臉上還老是有個人給這邊再攤飛行家，應該是打一個消耗道具的思路了。但這樣的話，因為小女孩你還沒有打到紅圈，那放到外面，她有機會把狀態給調整起來。但主要現在對於捏捏來講，她好像有點走不開了，就是她要圍繞終點這幾個半場去打了，有一點點吃力。對，因為密碼機進度都很多，但主要還是這邊的求生，他的道具跟狀態比較能支撐，給你拉扯。对，而且現在你最怕的是外面求生者他們把這個小女孩給摸好。對，一旦小女孩摸起來的話，你想再想去接節奏就很難了。而且傭兵就算擊倒了，他也是一個1掛呀。再交本體噴，但是這個道具是選擇省了。然後他吃一刀也不會倒，還是有機會再拉遠一點點。對。侵蝕度滿了。看一下這個位置也干擾不到密碼機啊。主要是這邊也不是一個連接的狀態了，起點站那邊還有2台，他們完全可以新修。而且傭兵1掛的話，大家狀態都很好，誰來救都可以。是的。再往起點趕，但這個密碼機感覺是有點守不住。對，因為臉上那台70多，這台已經50了。是的。還把人直接給掏了，可以讓傭兵倒角落，古董商過來 OB， 選擇先給。而且花瓷那邊還在給密碼機的壓力。對的，左右都去給你壓力，你怎麼控呢？選擇傳起點，然後再用伊斯蘭控3站。但那台密碼機是能壓好的呀，現在已經可以壓好了。壓了，對，直接過來直接開了，知道你沒有切傳送的，手上道具是滿的，只要不給閃現身具就可以，我直接噴上站台，你沒有辦法擊倒。大噴一交，哦，他是剛才只有1個道具。這樣的話，你還是沒有辦法快速擊倒，而且小女孩那邊的門已經點了很多，你現在是技術交過了，要麼就直接交閃現。對，但你又沒有閃現身具，現在是本體跟伊斯兰全都在終點站。這裡能不能閃現過這個牆啊？那邊人硬留1個了嗎？已經3跑了，但是好像不太對啊，他如果留1個的話。留1個的話，隊友要4跑。對，隊友就必須得4了。對。現在你確實沒啥辦法呀。大眼瞪小眼，他不敢給他看，不想讓他消這個幸運度，要等，飛行家身上的那個寄宿的 CD 到轉好才行。
边还是叠滿了。是的，他手上還有一個飛輪啊，一刀帶走。但主要這個3跑已經夠了，對吧？對於 MRC 這邊來講的話，那你逼着你下一局的求生者16花色推了2台牽制器，那都是有機會的。你說他會不會一手進步？監管者又解說出現安檢名單的艾爾。看一下盲女開局的走位啊，這裡選擇不找盲女，直接回頭過來找過客。哇，這個找古董商，把盲女放在外面修機嗎？那這樣的話，給到自己的追擊的壓迫比較大呀，因為你可能要更快的解決掉它。這樣的話，開門接藤蔓，哇，熟練度太誇張了，再秒接一個碎石，一刀沒打到，反手給一根棍子。這邊反應也很快。哇，白鹿這個太嚇人了。哎呦，再躲一棍，等於耗了2棍，還是吃了1刀1炸。對，怎麼感覺2個人在武打一樣？你出一招，我出一招。我說實話，感覺就是我們是上帝視角看，但我覺得在求生之視角裡，好像有個大卡車碾過來了。很恐怖，我觉得這個其實不太在求生的一個意料之內，因為覺得你一定會去找盲女，感覺要被創飛了都。對，你的點都選在那裡了。那這樣的話還可以再開一個門，手上有碎石，弓上有飛輪，能不能操作一下？你得藤蔓咬住一刀，點刺飛輪躲了，但是有碎石要躲，反手。但是邊上有人打出了一個成癮杖，給到一個減速，進不了板。不過給他打到板，但是本來是想砸頭的，再給這個沒辦法了，還能躲吗？躲不掉了，沒有道具了。不是這2波的話，真的是兩邊就是你來我往，2個人3秒交出10個道具，你一招我一招的。是的。那其實這個牽制時間也比較夠了，因為也是將近3台。看一下，是回憶跟陶文這邊還差一點點沒有點亮。哎，空調這邊有點要摸過來了。 2個人在拉扯。因为我覺得空調還是早點把化纖維交了比較好。直接衝過來救人。對，後面你就隱身去破譯密碼機。沒錯，先掏。哎，但是他有可能會雙倒哎。不想還是想去管一下過客打針對，但是這個藤蔓對。但是第2時間深巨是跟上了，直接拿到1刀。他其實這把追古董商確實是有說法，因為他是一個強歐逼位，對吧？那你把古董商一擊倒了之後呢，外面這2個人都沒有那麼好去保他了。我看回憶是想過來去拖一下掛人時間，打掙扎，看能不能把他一定要拱到才行啊！哇，一個超長的球刀，感覺好像是撞不了了。對，還是保着自己的一個騎行時間吧。這重金之托這加強也太好用了。刀氣非常非常長，你感覺他一出刀必能打到你。但這一波不太好保活這個人啊，因為這重金之托肯定是跟小白買的，好吧？感覺還是加強版啊。這樣的話淘汰進度還是比較極限，先交一個碎石，也很有壓力呀。再交藤蔓鎖住淘汰進度，不能再被炸，被怎麼說被炸了救不下來？大貨商經典手藝，對，先炸一下，以前給壓力，藤蔓鎖住，哇，還接2碎石接平 A， 接救不下來，接失常踹密碼機。對，那這樣的話，這台密碼機永遠修不了了。我把人掛在這兒，我會一直鎖的。啊，你就算過來把人給扯下來的話，密碼機也是不能動的狀態。現在的一個問題還是在於手蟻嘛，但是因為是已經減員了嘛，對，就求生者他們也是看能不能3個人去爭一爭3跑。但因為現在你是人掛在了這台遺產，而且只能讓小說家來救。就白鹿他這個位置選的很刁鑽，他讓你換位也換不到椅子邊上，他就不站椅子臉上。然後盲女只能在外面修小一台新的，對，但野人應該是有點做不太到。哎，他沒看到小沙從2樓跳下來，第2時間才發現。現在看到了，過半了。野人肯定要被。哎呦，又是藤蔓，又是碎石，一個秒炸，2個人排走，不讓你交換位，從遠端再藤蔓再鎖。你想貼椅子我就過去了。對，他現在不着急過來，交一個飛輪把人掏，碎石炸2個。然後是他上桌好像被打斷了，對，趕緊一個換位，這樣的話1刀大針對沒打到，還有密碼機還有70多，現在還差20多的一個進度，但只要回憶沒有豬，那都在極限操作呀。但開個門炸躲了一下，沒壓好90的一個進度，那實在是亮不了。是的，又要被減員了。
染尽了。这个杂货商感觉白鹿真的是玩的太熟练了，炉火纯青啊！他的这个真有点游刃有余了，他玩。碎石跟藤蔓给到压迫感非常强，感觉就无处可躲。他的杂货商玩出一种3头6臂的感觉，但这邊終點沒有開，然後要走地窖了。看一下這個藤蔓，因為小說家距離好像不太夠，還是能走的。對，也是完美的一個溝通，兩人打成一個平局。但是最終還是要恭喜 MRC 嘛。對，很久，主要是開局起追太快了。你像我們比賽也就打了。同樣的，現在也有抗阻，無所這個角色的話，本身也是比較少，這邊是非常想要去爭一個上路。先撿零件，但是你說中場只有一個無限巨過去大門追，沒有張狂的情況下，你可能1階都不好開出來，只能靠閃現。哦，不過選擇直接拉無限巨去找一下狗狗。撿零件吧，這裡實在是不太好套路到。對，而且這個點的話，其實追咒術師，我覺得加上板區，我覺得有點不太好追了。他想騙救人位出來破E，然後再回頭去找他。11這裡，狗蛋這裡硬吃一句，但是這樣吃的話，其實並不賺呀。嗯，這本來的話，我覺得如果說你這個局就不要說硬吃，然後砸頭，我覺得可能還是有一些博弈的空間。但這樣子的話，我就覺得前期吃劇的這個時間會有點早，隊友就拼命了修了，就看一下這個點位，開始進入到一個左右橫跳的階段，能不能博弈到？這個位置哇，擦肩而過，但是過來感覺還是很有風險的。搖到了，但是鋸到了，這就是我們前面說的嘛。大副你哪怕表搖的再多，我無限鋸只要不斷，我遲早能鋸到你。加上你第一個劇，我覺得還是有點吃虧了。就你砸到那個頭，然後硬頂了一個無限劇，並沒有說賺到什麼東西。如果說你不是硬頂的話，說不定還有更多的一個機會。嗯，那接下來如果要救援的話，以小丑的一個手藝能力，基本上你救人會避過來持刀的。那整體狀態削下來以後，中後期又調不了狀態，那就是小丑控場能多抓的局了。要過來救，然後閃現這邊也還沒吃。哦，飛輪還沒交好，那這樣的話有沒有可能直接閃巨閃了呀？這個前期我覺得有點炸了，非常炸裂，而且是上了鑽頭的。咒術師本來自癒就慢，是的。那你現在飛行家過來，你就算是能救下來也活不了，因為這邊飛行家過來也是沒有化險為夷的。你除非就是這個教授過來開圈，但是教授是離得最遠的一個位置，懸停背包過去有機會無傷。應該還是能鋸到嗎？一階距很短，想飛輪，但是還是把飛輪交出來了，反而是增加了一些手藝上面的博弈。0.25怎麼說？還是先穩穩的吃一刀。大副搖出表下來之後，大副趕緊去搖表吧。但是還是追到了飛行家的一個雙倒，因為前面飛輪已經交過了，懸停也是交了的，所以飛行家並沒有任何能打斷這個2階距的機會。那邊咒術的一個自起進度才到60。就地上躺一個，椅子上掛一個，大副還不敢修，還有一個上掛飛在外面，密碼機就完全停擺了。而教授的話，我們也前面說到是比較被小丑克制的，他的一個鱗片我就不打就行了，騙出來，哎，搖下來了，搖下來一波，那能緩解一波節奏。回頭過去好像來不太及，不能直接扯，要博弈，還是博弈一下。先一個背包，還有板子，但是後面沒牽制能力了，沒道具了。這個板子一踩，然後句子好了，一個2階距小丑他是牽制不了的。嗯，始終手上有節奏。寵愛的話，他不會執着於去掛飛一個求生者，因為他很清楚外面活了的那上掛飛他也不敢修，對不對？他可能要找隊友補狀態。密碼機的話還是非常慢，他只要手上有節奏，整體求生者狀態削下來以後，沒辦法去救了。那這個時候就到了他一個無限期去控場的時候了。是的，那現在的話，其實大副跟教授是選擇了一手互補狀態。那看到狀態滿了，然後狗狗這邊修機，寵愛是可以放心出去的。想過來套個化險為夷，哎，現在是已經看到了11的位置，但11這邊其實已經是沒有道具了。鋸到，反正技能在冷卻，來一個受傷加速，我覺得有點夠嗆。能扯下來，就勉強能扯。想騙刀，但是兩個人其實可能都活不了。對，就最可悲的事情就是一個上掛飛要去救另一個上掛飛，橫豎都得死一個。
那现在密碼機其實還差1台半。你如果說要去運營的話，是只能去調狀態，但寵愛這邊是已經發現了2個人想調狀態。想過來打斷他們，不給他們調，閃現在手。但是這裡3層侯，還是回去先掛吧。那你雙11角落始終是卡着3個求生者的，還是會說節奏有點慢。哦，想繼續續節奏，不給求生者調狀態的機會。我感覺他是有點想找到剛剛的那個大副。對。但是發現排雷圈排不到，那其實可以回去先把小夜明掛了，因為小夜明這邊也是一個上掛飛。掛飛。11補充了一個護腕，但護腕沒什麼太大作用的。那密碼機一直停滯不前，現在對於小丑來說是一個2階具有閃現的小丑，還是有很大機會可以去外面續節奏。對的，但是手上的零件不多了，還是要先去找找密碼機附近的零件，先補充一下。對，這樣的話不至於你這個無限期斷了以後很尷尬。補好了2個狀態，密碼機差的很多，而且現在寵愛只要聚到人，閃現是可以秒殺的。那現在過來找一下木屋角落的耳鳴，那沒有的話可以往回走了。又補充了2個無限具，不敢修啊。哎，飛輪哦，但是沒頂掉。這個比較能扛壓的咒術也沒扛住這個壓力。現在又要開始手椅了。現在我過來，如果說你是讓11過來，我還是可以去找11的節奏，因為11他也是一個上掛飛。而卡滿的話，其實寵愛過半以後，他是可以拉出去的。哎，繞了一個大圈，從角落過來。寵愛這裡是沒排到耳鳴，察覺到應該是從角落過來的。一個護腕想過來，但是還是無傷不了呀。聚到了，一個3層侯。大副的話是上挂飞，手裡也沒道具了，要不要先抓大副？更多還是想先抓狗狗。狗狗的話，飞輪也交過了。不過外面的話，其實也是拖開了1台密碼機，現在還差60%多。還有地下室，那這樣心念其實是想修煉自己手上這台再過來救的。有地下室的話，反而就是要不讓11過來送了，然後讓心念去走地窖，有機會嗎？但是一直倒地放的話，其實感覺可能機會也還沒那麼大，因為這把密碼機比較少。是修機是肯定非常困難了。對，因為其實你要去走一個的话，密碼機多是比較好走的，因為我可以硬修機，然後你打我也不是，不打我也不是，這個會比較好走。長窗博弈。但是那邊只要卡到說你過不去就行，然後再回頭我可以去找這個上掛飛的11。現在2個人大概的位置是已經把握住了。哎呦，我有點暈車。沒事，寵愛不暈車。寵愛也對，沒暈。好，到大副，但2個人才開始慢慢的倒地淘汰，時間還是很久的。先把他牽到密碼機附近，再拉無限具。直接過去找，地圖就這麼大，對吧？花點時間終歸能找到的。心安是拉到海邊去，哦，找到最海邊神秘的小角落。不過寵愛這邊排點其實排的還是比較仔細的。剛剛他在木屋附近排的時候，也是排到木屋最角落的一個耳鳴範圍，是確定沒有了之後再走的。再跑到海邊去有耳鳴，那就很確定。哦，起耳鳴了。那這裡是沒有任何操作空間的，只能吃無限具。看一下鳞片能不能抵擋着這個閃現啊！再來一個風翼具，直接狙倒。傳送過去，先把大副掛了，知道教授的位置。這手小丑其實真的是打了 ACT 一個出其不意哦。就有時候绝活的一個作用就是在這裡，你又得防版本強勢的角色，你又得去提防他這種熟練手。慢慢搬，摇下來也是一個2階具的事。但看一下，其實地窖的位置是在靠近双11小船那一塊的。
所以就算他是想的是什么？就是大副他这个淘汰可能起不来，再去挂教授，稳稳的4抓。大来那一波其實也是幫你一個追擊節奏，但是後不過這個點其實像求生者的話是3個。好，看一下真舉這邊是要先翻窗出去，然後繼續追。其實離得比較近的是古董商跟氣象，感覺都有點不太好追。487這裡已經在卡爾明了，真就以為他要反繞，多繞了一圈。那這樣487看能不能偷到紅光，看到紅光開始拉點了。想抓古董商的話，前期他沒看到。他是前期想來一個重金之托，這樣的話加自己移動速度，加自己的刀長，有機會更去博弈一下你這個古董商的棍。但前期這個繞點的話，反而是給到了487一個非常安全的身位。是啊，這還沒帶輔助自己追擊的技能啊。現在是終於要交出來第一個藤蔓。哦，直接咬到了，好像。藤蔓確實比較快，應該是想翻窗被打斷了。那這樣給到1刀以後，後期古董商得防興奮，所以說盡量的是什麼拉開身距，用點刺去拉開。這個的話又咬到了，還有飛輪反應很快，不過2個機關消都空掉了。他應該是默認第一棍能打到，想打一個連續止戈。按理來說是這樣子，但是好像角度上面沒有調得特別好，出了大問題。那這個擊倒的話還是比較快一些的，而且是帶失常的，這台密碼機50多剛剛好啊，變0了，清空了，而且這波也到了一個能無傷，身位夠了呀。對，想幫忙扛。扛一刀，看一下487能不能進行下一步的牽制，因為像這邊的一些板區資源還是比較豐富的。開個門，感覺這波的話，其實487穩健一些，還是能進行下一步的牽制的。對的，手上道具都還很多，碎石區想去抽，沒抽到。這裡的話，一個藤蔓交出來。哎呀，拐歪了一點點，那地方沒那麼好扭。那應該能牽制起來。不過回到雙11這個地方的話，真人9也可以去選擇一手開門。但失常已經交過了，487也知道你不是興奮，他的棍就可以捏得死一點，捏得穩一點了。碎石沒炸到，然後再補了一個雲門。很細節。這個時候近身博弈，直接開門過去。你看，其實也是在防。真人9是不太敢貼487身的。碎石炸到一下，炸到了，藤蔓咬到，這波應該能擊倒了。但其實第2波牽制是把第1波的時間給它補回來了。而且像入殮跟氣象已經是接上了第4、第5台，都差不多有1半多的進度了。對，但是這一局2個化險為夷，一個已經用了，一個在椅子上。後面的話還有必要救嗎？想來救，有個攔截的風險。小田這裡是可以層雲飛躍過去的，已經位置看到了。古董商其實道具不多了，這把密碼機也不太夠，想跑一個的話，我覺得是完全可以賣掉的。所以他們是選擇讓氣象在小船上面先卡着，然後不救了這個人。哎，真人9想走，那小明那邊也是已經跑到大船附近了，再踹一腳。啊，這台密碼機被不踹了其實也沒關係，只要不被續上快速續節奏，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。就是看一下真人9怎麼樣，為了4抓的話，得去續一手節奏。小天作為一個2次牽制位嗎？再看其實也沒辦法，因為你失常交過了，沒辦法再切底牌過去了。但這是硬追小天，小天這裡就2波層雲飛小船，不是已經很頭痛了，不是能夠破解的。層雲飛小船。這種高低差，他想開門也開不過去。對，一個慢翻，然後已經是溜走了，身距悄悄拉開，對吧？再在雙11這種視野遮擋，你藤蔓不太好咬，你不確定我的位置。等你能拉近位置的時候，確定我的位置，我又一個層雲又機會飛上去了。是的，感覺這個牽制的話，其實應該是不用上移了。哎，這個強風預判的有點早了，一炸一刀。
氣象现在更多是什麼？就是2個層雲中間加一個小風，不然2波層雲，哎，這波炸，哇，直接炸判倒了他的一個交互。那這個炸倒的話，還是得去先救一波。那可以說先把大門那台開了，然後壓外圍的另一台。入殮師已經貼過來了。現在密碼機的話，馬上就要壓好了。看這波攔截吧，路上要小心躲掉這個碎石。不過有個飛輪倒也還行，而且他是帶了回光返照的。給一刀，想藤丸過去咬。下板，能扯下來，都有回光返照。直接一個加速衝走，而且最後小明压的机是在木屋附近，所以相對來說離小门的距離會比較近一點。所以是開一段，這個時候抓入殮無所謂啊，倒了也有靈柩，可以考慮掛了以後反的。這樣的話想要切移形去趕一下小明，小明還有懷表啊。那很難賭出來。这的話能進木屋直接拍。哎，想開門還沒開進去，感覺有點着急了。對的。大夫這裡撐了足夠的時間，入殮師交出自愈，可以往大門走，大門開了。是吧？怎麼感覺有點不太對勁呢？而且靈柩有沒有可能再給大夫化？對啊，如果是這樣子打的話，其實有點極限。牽起來那就化不了了。感覺剛剛大副稍微再撐一點時間，那邊就能反升上了。然後在手上有個懷表。2個藤丸趕路，但藤丸之間有一個冷卻，來不太及。而且即使來得及的話，氣象也有一個強風可以再輔助隊友嘛，可以給他監管推開。這個強風直接遠程狙擊，保下平局。那上來的話，在第一回合是成都狼隊那邊保下平局，至少沒碎石的話就是逼大師的，所以桃头大師底牌挽留帶閃現的雜貨商。開局往狗狗臉上貼，狗狗這把是沒帶牽制天賦的，花錢為宜，所以要前期先拉點。大門看似安全，但是雜貨商面前就沒有安全的點，所以還是以拉點為主。也是把狗狗往木屋的方向去趕一下。不過其實雜貨商的追擊木偶師方面是有機會去進行一個速秒的。對，這裡藤丸來了。要不要求穩？求穩交一波，對。因為你不交的話，你可能這一局就沒有路易了。哦呦，當面翻。那夜雨這裡也是打了一刀，至少存在感收穫了一些。是的。但身就拉開，有點小難受的呀。中場下一波11已經過來救了，想過來幫忙，先丟一個迷煙爐。但這個迷煙爐的作用就很小啊。我是覺得可以把這個4盒包起來，對吧？是的，主要那個點，我覺得還是屬於一個進去迷煙爐馬上就要出來的點位。對啊，還是求穩交了一波，又當面翻，苦丑偷偷炸了一下，撿了一下移速，身具還在碎石的範圍內，預判這裡是炸到一下，那木偶也是交出來了，屍具抵掉。又想當面翻，这是直接被擊倒了。不過前期的話也是利用了逃脫大師跟庫奇小丑的一個道具幫忙。哦，有地下室，那就先掛一波地下室吧。反正我覺得雜貨商他掛地下室收益還是有的。這裡有一個點，就是能讓迷煙爐整個地下室讓你看不到人出還是進，得很有理解。但是這個迷煙爐就比較一目了然，確實。就感覺沒有利用好這個點位，有點。哎，你別說，你別說啊！其實利用上了，夜雨還在迷霧中，他不知道啊，他。哦，還在扯。他說這個木偶是怎麼淘汰的，有點慢啊。他有沒有發現他的淘汰進度條有點不動了？對啊，他後知後覺。但是現在已經是多卡了很久的時間了。是的，卡了血還不說，還是個無傷救。
感觉好像这波地下室手椅还不如挂平面的感觉。是的，好像还浪费了一些挂椅的时间哦。来了，我们前面说的哭丑跟木偶的联动，你敢切吗？真切，当面炸。醒了以后能叫陆毅，诗句再扛一下刀气。对，先踩板。重金之头直接过开扛，能扛到吗？刀是非常直的，哇！但是还是甩出来了。但感觉还是有一些可以帮的机会呢，直接闪签过来。其实小月明是没交火箭，纯压力。但我觉得能先保证挂上也是一个好事。一马鸡七七八八了，差2个半台。那现在的话压满，小夜明直接救一波。古董商还没出山呢，其實直接就讓逃脫大師一個人修，2個人救，飛輪抵掉，開始陪跑，詩句抵掉一波藤萬控制。然後他再撐一會兒，但心念那邊其實快了，只差10%。OK， 接下來就是噩夢級別的挑戰。前面有個小夜明，右邊有個古董商。前哭後補。好，先處理掉一個，但是還有一個。而且你剛剛是交了閃的，你還沒辦法切興奮。當面切，哎，但他也放了。這個是在幹什麼？他應該是溝通出問題了，說能亮，古董商，那我打2棍亮吧，其實差了那麼一點點，那求穩啊，其實沒必要啊，對吧？那很好了，那現在對粵語來說已經是非常不錯了，對，又可以保平了。本來這把其實到後面2個 OBV 在前面已經很難受了，對啊，結果這個溝通又出了失誤。哎，藤萬克制火箭，手裡還有船的，這一把搞出事兒來了吧？我覺得還是溝通上面的問題會比較大。傳過去吃個3連棍，門應該也走了。陶大師這邊還能抵到挽留呢，要傳嗎？可能不傳了。不傳了，已經撿懸崖邊緣剛回來一下，就不要再去試探了，是吧？是的，我覺得保平就挺好的。人給你搖醒了，那相對來說這個壓也有想法的。就求生者的話是都說。開局已經看到小天了，真要抓嗎？想抓。遠程用雙上到了一個，自己抓自己，這說法不好抓。一個窺視者，一直捏着一個粘土球。雙重驚喜，只差一個焰火了，哇！這波是扭掉了，躲了一下，他沒往前直衝。那這波很關鍵啊！又一個窺視者想架在點外，但其實有個火球可以封你技能，這樣你雙重驚喜會慢。哎，這邊的話翻窗彈射又出來了，是，一刀給到了，第二個標記沒給到。放到了一個粘土舞台的，但現在手上其實還有一個球，白球一交，看一下這波板子的博弈，不敢過呀，過了砸的呀，哦，騙下來了，但這裡的話要倒了，但這把的話其實成都狼隊他們是只有一個化險為夷的。就我說的那一波，看拉拉激勵空軍給槍那一波能不能打出來，肯定是先掏化險為夷，然後倒一個他倆能去輔助的地方。空軍也來了，可能也是考慮到說小明那邊有一些風險。對，幽冥已經吃了2下了。啊？但是不是要考慮能開出來嗎？火一直燙着，開不了啊！我差一點雙倒。不過也沒雙倒，也還算能接受吧，而且也省了一個幽冥的化險為夷。這波的話其實還是可以空軍去偷偷幫一下。哎呀！這波你們2個一個以為過去了，不會真有人空中飛人翻不過來吧？不會真有人以為能翻過來，然後一槍下去，撞牆了，打牆上了。
这个还真是比較少見啊。道具已經全交過了，這裡要倒了。那這桿槍交了以後，密碼機形勢也沒有看到有所好轉，套個化險為夷，要往平局去發展了。其實真正有是故意的。他已經看到了這一層。那現在密碼機還差1台半，而且本來這局可以爭一個更高的上限。對。哎，現在拉拉隊員江娜雙倒，就化險為夷倒角落吧。哎，還能？難道說沒倒角落了？不過這把也還有個說法，因為其實真人9這邊是沒有帶手挽留的。哎，但是他窺視者現在已經故意不交了，也就是說掛飛砸機以後有一個底牌切技能去找空軍的機會，空軍得走了，空軍不能修。傭兵有護腕可以適當抗壓，直接傳大防。那這裡487防得很到位啊，過來連耳鳴都沒有，空降無人區。可以考慮多修了，讓小明去多修一台，然後果凍作為一個機動位，無論哪邊上移，我都要去救人。那小明那邊是被逮了，而且小明的話，其實真人局肯定很想先把他的道具給他先逼掉，因為外圍要去新起一台密碼機的，所以小明這邊大概率還是要先把這個護腕交掉。可以回去補了，可以回去補了，因為你技能已經交過的情況下，傭兵又倒到大門，那不掛，這把還有機會啊，又得走，487又不敢修，又掛了，又回去修。又有點不太想掛，想要去先管一下新起的那台，但新起的台是少的，那邊又撒手了，大門那邊大房那邊又在修了，所以真人局現在是有一點點搖擺，想要先去管一下大房這邊的487。對，想把他擊倒在遺產，但拉拉這裡新起的那台也起得很多了。一個反翻過來，那這裡也要倒了。傭兵要交自愈，而且沒道具，他不好救啊。而且救了之後，其實開門戰可能也會成為一個伏筆，所以他們是選擇了讓小果凍從遠程繞過來。那小果凍本來新起的那台是在木屋角落的呀。得乾坤大挪移了，貼着地圖邊邊，拉拉也不能卡半，一定要卡滿。他如果這個跑點的話，也只有卡滿能做到了。真人9看到密碼機沒亮，而且遠程應該能透到小果凍，但真人9這邊還是防了一手，因為他沒有看到傭兵在搖密碼機，所以也怕傭兵被這個拉拉掩護着過來救。定一下沒定到，那很確定了，拉拉過來救，去防拉拉。他其實也可以什麼，我可以傳過去，傳去守密碼機。就如果這波守也守不住的話，哎，這邊已經發現是拉拉了，那遠程那個一定就是傭兵。一直鎖他技能，還是交出來了，敢翻，那能救啊！而且雙重驚喜用了以後，沒辦法短時間以內去秒空軍嘛，密碼機能壓好。哎，能簽嗎？能簽。空軍這是一下就睡啊，亮了。要多抓，傳送在手，487上掛飛，他現在完全可以死抓487的，因為如果我死抓487，而傭兵這個時候把他救了，只能說明一件事情，就是沒有任何人點門，他傳送後面還能防的，但他這波不殺487，就有平面了。求生者看能不能溝通，通過溝通去拉扯一下這塊。那小明這邊已經是沒有一手絕處逢生了，想把傭兵直接擊倒。這個時候是選擇了傳送，不過這邊拉拉也是救下來了，但空軍那邊能先救，這裡的話可以先去處理這個拉拉。拉拉有道具，稍微能牽制一下。那這樣大門點不平了嗎？空軍走大門，後面打的有點迷茫了呀。這波騙求生者過來救沒什麼問題，但是你是沒挽留的，你攔不下來。沒辦法快速秒掉空軍。平局其實對真人9來說，這把我覺得他根本就不需要插刀，他可能一打個，看樣子應該是拉 CT 的求生者面對成都狼隊的。看一下寵愛這邊上來是先去大房找一下狗狗的拉拉隊員，
啊，队员這把帶着牽制天賦，而且開局有高低差，你雙重驚喜還沒辦法有抽的一個場景。是的，加上拉隊員本身的一個花球，其實前期我覺得還是有比較好的一個拉身位的說法。看一下這個雙重驚喜，也是怕交了雙重驚喜以後，放的有點遠了，那這樣可以加速了呀，準備加速，就不給他抽也行。哇，而且這一下也沒有上到驚嚇標記，很自信啊，狗狗這裡，那隔着一個交互點，沒有雙重驚喜，這裡慢慢翻窗，技能捏得非常死。我抓住了双重驚喜的节點，又扭掉一波。移形直接拉近身距，出来了。双重驚喜一次上2個標記，飛輪的機會輪掉了。那前期的話，其實已經是幾個雙重驚喜，再加一個移形，都沒有能夠抓到狗狗的機會，這個節奏有點慢了。星人那邊已經是摸到一個機械玩偶，你還得給他半台機補上去。是，但這一波雙重驚喜命中率很高，拿到了傷害。這波再進交互點又上2個標記，要秒了。即使你前期牽制的非常不錯，但是喧囂就是這樣一個角色，一旦拉近身距，你沒有任何的一個操作空間以後，我說秒就秒你。是。不需要擦刀，你受伤加速也拉不開嘛。不過前期確實是已經牽制了挺久的時間的了，而且現在你還要算上幸運兒的一個機械玩偶。是，就看一下接下来2個化險為夷套能不能把密碼機修夠。這一局的話是沒有必要去卡什麼觀眾效應的，因為都沒帶。補上救，要打我的話，隊友就有26空間，而且的话扭了一下，所以是吃了一個繞場謝幕。哇，一個漂亮的空中飛人，身距拉近，有一個要交嗎？花球要交，不交，留着26。倒到那邊去了。那現在的話選擇掛在了小2樓的角落。小嚴明救。最後一台是讓佣兵破译嘛？那這樣最後一台會很少啊。星兒應該是打算當面摸個槍。是的，已經在許願了。然後氣象套個化險為夷。刀，火燒着交不出來呀、技能。这里的話是打到了。看一下。幸運兒來不來得及？護腕加信號槍打下來，有2個花球是有機會牽制夠的。那所以寵愛這邊選來了，先去處理一下，直接偷牽，想來到這個地方有，對啊，這個地方有個缺口，但是時間上來不及啊。是，就一把槍，他補的時間也是沒有抓到這個機會。星焰其實交了護腕，想去找一個更好的一個開槍角度，但是晚了呀。多了一段空中飛人趕路拉進去就牽起來的一個距離。是的，那現在的話，密碼機其實還差最後的一點，而且這台暫時是修不了了。保守一點的話，可以去外面新起一台。他在釣魚，他應該透到幸運兒了。然後是看那邊密碼機晃沒晃吧。幸運兒一修，他是可以移形回去的。已經修上了，那死抓佣兵可以留護腕，還是有機會3-3跑的。要移形回去守，準備多修了。這好像是個3連吧？對，大防到這個拱門的3連。幸而没任何的牽制道具，只有一個飛輪，所以讓小夜明趕緊過來去卡一下花壇那台密碼機。要被秒了。哎呦，這波的話是想牽起來，還得再救一波。一交就在臉上。那其實這樣子救的話，都在臉上，感覺也不是很賺啊。而且幸運兒手上已經是沒道具了，你不能指望他開門戰的時候能給你拖時間。不守，直接被偷了。他沒想到壓機的人過來偷。
但对于宠爱來說，他其實現在要做到的只是把技能拖出來。只要在他密碼機旁邊再守一下，盡量的把自己的移形先拖了。不過其實也是給到了求生者外圍去補充道具的機會。幸運兒啊，他的一個後續的持續發展能力是很強的啊。再補個懷錶。 你不敢死抓，因為這裡是2個人在拉扯你，你一旦抓出去了，那密碼機就能亮了。應該是等倒地，而且那邊11也在密碼機旁邊，拖一下雙重驚喜 CD。但這裡的空中飛人過來，其實感覺氣象那邊可能還是得消耗一些道具才行。強風加層雲。 強風先交出來，把雙重驚喜也規避掉。兩邊門都已經在點了，小艾明現在想去往11那邊牽制過去。寵愛沒發現經典門在點嗎？這樣拖到下一個，直接成雲過去了，選擇了直接移形到門開了，傭兵可以幫扛，但是直接打到了針對，那傭兵只能無奈離開。是的。那還是一個平局。那下半回合的話，其實真人9那邊是認識是2次擊倒6次，抓救人位還悶化成唯一，巴不得你來抓我。修的話，那就肯定就抓守墓了。想抓小天嗎？感覺是伊斯人先干擾過去而已。伊斯人可以一路干擾過去，他可以先去給小天來一個寄生。不過這裡的話想動手。 考驗新人，那伊斯人還是可以去干擾一下小果凍的破譯。對啊，現在的本體就一直跟着。火調查員前期倒是能拉點去牽制，但是2個氣囊處理以後就沒有26空間了，直接拉開距離，把氣囊處理掉。更多還是等閃開吧。他是預判小天會上2樓，所以把伊斯人提前調到這裡，但後來發現小天其實沒走2樓，先繞牆。 哦，這裡看能不能偷襲吼一下，第1刀就有了。身距比較開，先拉近一點再吼。哎，這裡的話是點滿了侵蝕度，但飛輪好的，氣囊也能交出來。哎呦，好極限！哎，而且這個彈失誤了。這一鍵3連啥呢？那現在的話跟過來閃現就能帶走了呀，我覺得直接閃吧。他想閃，怕飛輪還能操作，緊張了呀。能夠去擊倒就行。對啊，這一波就是被打了一推，然後又收氣囊，這個能很明顯感覺到選手是有一點緊張在。那這樣突破掉了火災調查員，還有飛輪倒是有一定26空間，但是閃現在又不讓你26。是的。 而且伊斯人在外面也能稍微拖一下密碼機的進度，拖一下，守墓人救人有安心。哦，哦呦，感覺要震懾。對，還好，穩住了。這裡閃現過來，但其實前期感覺火災的這個牽制時間並沒有說特別的久。 搞個腳，勘探說來嗎？勘探也沒來，487還在破譯。位上9了，打運營，就是即使出現了一定的牽制問題，成都狼隊的整體核心打法還是比較穩紮穩打的，就跑一個。主要他們這個執行力很強，我直接是掉了狀態去找角落的調酒，然後再過來壓滿救。哇，當面下鏟。 看一下，安心博弈，直接救下来了。飞輪進板，但守墓人那邊也是疊滿侵蝕度，但真人那邊想趕緊的處理掉火災。這波救人其實還算是求生者小賺了，救人位就沒有受到傷害，而且也下移以後還拖了一會兒，吃了一個侵蝕傳送。
你就没办法14人快速侵蚀传送去续一波外面节奏了。是的，先要小吴过来找一下小果冻。调酒师还有一瓶回血酒，那因为刚刚那瓶是没有给到守墓人压满，是一个无伤救嘛，所以现在相对来说还是可以运营的。这边的话是一直没有上到侵蚀度啊。是。想补中场的密码机，现在已经没必要留着密码机了。过来针对守墓人，守墓人侵蚀度会比较多一些，想拉到圈中间，本体再补一下哇！但是还好，没有60以上就还算安全。然后再把14人调到小2楼附近，但还有接近一台整机给他来守啊。多抓面还是挺大的，就看成都狼队怎么样去跑一个，一定要跑一个，对于他们来说。不过这样打下去的话，其實差不多就差半台，而且守墓人那邊還有鏟子，現在還能再去拖一會兒時間。對，應該是14人干擾一下密碼機拉回來，然後一個寄速，守墓人這個鏟就直接出來了。侵蝕傳送，然後過來找一下調酒，雷刀，這是很聰明的。如果他保留這個60以上被閃開的話，這個9可能回不上，所以說寧願去吃這個吼，讓身上侵蝕度清0，吃一刀受傷加速拉開，這樣就不至於回不上。這個就是你第2波無傷救的一個好處嘛，你後面的運營空間其實就會比較大，真9那邊也抓不住你的機會。本來你正常就是密碼機不夠，然後去控你的狀態跟道具。而且這個密碼機留的也很恰到好處，對角的最遠的2台密碼機，這裡要閃開嗎？閃過來。但調酒那邊剛剛是回滿的狀態，所以現在一直保證了場上有人滿狀態。他這波如果死着487，更多就是猜487沒有回光返照了，想去打一個針對。哎，終於是擊倒了。不然的話，他可能更多14人去找守墓人的。那這樣有個問題，機子能修的、能壓的那台在遠端。對，因為多的那台其實是角落小果凍的那台。直接貼身救，回光返照亮的話，就不怕隊友被壓起身了。看一下這個侵蝕傳送，487有飛輪，但是很難操作啊，身上有侵蝕度就，選擇先走地。逼守墓人，而且他現在其實也是沒有閃現的嘛，所以你開門戰的一個終結能力就沒有那麼強。他其實殺了勘探員也沒用，因為他這局要4抓，門還是能點開，所以說他還是得先以管門為主。那求生者知道你先管門不殺人，那我就可以打拉扯拖挽留了。哎，這把的話其實只要不被4就行。對，就是拼了命的跑一個。過來，但是過來的話，其實也是沒有人的。慢慢拖挽留唄。閃現也還沒好，小果凍這裡是故意的，過來勾引你一下。看下個侵蝕傳送能不能擊倒調酒師了。那調酒師知道你要侵蝕傳送我直接卡高低差，很聰明。就是不給任何機會。勘探那邊也是，487直接站在2樓。就這樣地圖，這種很多高低差還是讓艾維非常頭疼的。加上他的高低差其實就在門旁邊，所以跑點方面也是比較方便的。但你現在真9其實開門戰挽留都快沒了，還是沒能抓住機會。是，就開門戰前沒想到閃現都沒怎麼去拖，導致什麼問題呢？閃現好了，挽留只剩7秒。現在那個陶片已經拆掉了一個，還沒給閃現生聚，非常之難受，只能硬過來找，但是過來還是沒人，沒人可以閃。那調酒師其實現在可以考慮，就是我吃一刀，然後去掩護隊友，把對面的陶片摁住，你就沒辦法來回的兩邊走了。
但傳過來的話，其實小果凍那邊也已經先跑開了。嗯，好片。現在閃現是好了，但是已經沒有挽留了。他可能要閃一刀，再接着打防守。守墓人已经给近点门压力了，他想去閃小明，小明这個鏟還能一個震顫再拉一段距離，秒下秒震顫。哎，不過這邊被打斷了，果斷閃現。那2個門同時點，落地的話，哎，不過這裡是直接彈了，趕緊補了第2個。對，他是用磁鐵的一個互相控制，取消掉了一波侵蚀的控制。門開了，調酒師還有飛輪，那門開了，只要跑一個就夠，保平的話就有一個淨勝，也來不及去管勘探員那邊了，那應該最終就是一個平局，沒說法。好，2位求生者都已經出門，那也是恭喜成都狼，確實沒辦法再去續節奏。他關鍵的一波飛輪想去抵獲勝，都是右邊的隊伍獲勝了。競爭對手就還是 GG，還有。